危机呢，军事冲突从以色列、伊朗互相报复之后，互相又不太承认真的攻击了，攻击了没？攻击到了没？结果现在是反而以色列、伊朗冲突淡化，叙利亚美军基地被攻击了。这个地方就在鲁马林联军基地，连续被遭5枚火箭弹袭击。这个基地呢，叙利亚边境这里是被传出来亲伊朗组织策划，这个火弹袭击车据说已经被烧毁了所以呢，无论如何造成伤亡怎么样，目前美方没有进一步说明。但是呢，叙利亚美军基地被攻击，这个是面子问题，哪里可以忍受？上次不是基地才刚被攻击完，又来了一个，所以伊拉克承诺要追捕嫌犯，他要在这个当地伊拉克安全部门对可疑嫌犯展开追捕。就在袭击前一天，伊拉克总理这个苏达尼才刚刚结束了访美跟拜登见面的行程呢，结果就在他境内的美军基地就被攻击了。所以叙利亚总统公开的宣布，美国在任何的宣布当中都是先谋利再旁观所以这个意思是说什么呢？美国会把任何冲突变成一种危险的慢性病。生病到最后，然后让冲突各方承担后果，这种行为是不道德的。叙利亚境内的基地被轰，对于接下来战事会有什么影响首先是在伊朗跟以色列这一块产生了一个变化，伊朗最高的领袖哈米尼发声了美联社的报道说，他公开表达发射多少飞弹还有到底有多少击中了，就是以色列报复伊朗的行动里有多少枚真正击中造成伤害，他说不是最主要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他认为是伊朗在这场战争当中展现的能力是什么？在最近的这场行动里，军方以最小的代价获得了最大的收益。他反正认为他高兴就好了，就是说他没有要再继续攻击或者让局势升高的意图。但是倒过来，纳坦雅胡却不一样他虽然不再对伊朗这里处理，却对拉法要开工了吗？那么以色列在预期节这个时间要对哈马斯进行更猛烈的袭击。其实今天新闻已经看到了几个点，包括了公道，包括医院到加沙走廊这里的攻击之外，在约旦周边这里也有地面部队攻击，说声称击杀了10名的恐怖分子。这两边都是加大地面部队的作战，而他说这个加沙地带已经扣押了6个多月的人质，要赶快让对方来释出，所以加大力道。虽然不攻伊朗了，在加沙或约旦周边的行动却没有停止。以军突袭这个约旦河西岸的酿14死的消息，还有一位救护车的驾驶因此丧生。那以色列声明是说，这个多名武装分子被杀死是为了抓武装分子才会有这样的攻击的。因此呢，美方传出来了，要开始削减对部队的援助，甚至美国可能进一步采取什么呢？因为舆论嘛，国内的选举的舆情需要，首次要制裁以色列的国防军吗？这件事情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叫你停你不停，你继续再这样攻击下去。纳坦雅胡对于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只是可能性而已，紧急发表了声明。他是在 S 上，现在的政治领袖都是在 S 上发表政治声明的。他强调反对，强烈的反对这项制裁，表示绝对不能对以色列国防军实施制裁。这个反应非常的激烈，立刻就还没有正式做成决定之前，先发制人，说美国不可以这样做。但美国同时对于几个案子，台湾刚刚当然也列在其中，所以这2天一直很受到关注。610亿美元在众院总算通过了援助乌克兰、援助台湾、援助这个以色列的案子。那这个法案通过之后，泽伦斯基表示感谢，使历史维持正轨。但是美国的媒体却给法案反对的人开始扣上你是莫斯科支持者的帽子吗？包括众议院议长强生宁愿送子弹去乌克兰，非美国人。不是强生从强烈反对到带头支持，立场大幅改变啊。但美国众议员格林也是泽伦斯基感谢议长给你们辛苦争来的税款当中拿出610亿美元来加剧一场别国的战争。但因为这些发言，就立刻让一些保守派的媒体直接把这些议员做成了这样子的梗图啦，上了封面头上戴的是俄罗斯的帽子。德国政治家分析我们不应该忘记这样的事实，就是军事冲突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因为这一场军援停不下战争，而这可能是美国目前提供的最后一系列的重大援助。昨天我们讨论不是吗 ？CIA 都已经这个很明白的讲，就是要支持到2024年结束大选结束为止。
泽伦斯基公开表示，乌克兰不会成为第二个阿富汗。那么，乌克兰还是有一些反击的能力的，例如在克里米亚就击中了一艘俄罗斯的船舰舰艇啊。那美国新的援助乌克兰法案就可以让乌克兰更能够有反击的能力，当然也就是让这场战争继续延续下去。亮哥，先看看美国军的基地又被攻击了，这可能的效应是什么？不，因为当地政治情势太乱了。也不知道谁打了，没有人承认。是啊，所以反正就是有一些顺尼激进的，也有激进的什叶派。我认为这个事情不会闹大了啊，只要伊朗跟以色列这个默认目前的状况就好了啊。那另外那个都叫小打小闹了哦。那基本上大家还是聚焦在以色列要打拉法了，就从今天开始算。逾越节 Passover 就是从现在开始起算，被你说中了，就1个礼拜嘛。是啊，那因为你只要打拉法，就必然是人间地狱的又开始。那纳坦尼亚胡可能就会死在这里啊，就美国大概就是默许你去打了，可是你只要一打之后，国际舆论又针对你，所以纳坦尼亚胡大概打完之后也要准备下台了，就是这样啊。所以我认为这个就是新一轮了。政治就是一码一码算这样啊。事实上，乌克兰比较是一个问题啦，因为加沙战争到底要打到什么时候，就取决于以色列要不要停止啊。可是乌克兰不是啊，乌克兰是你根本就对俄罗斯的攻击毫无办法嘛。那俄罗斯也没有要停止的样子啊，因为俄罗斯提的条件就是我占领的地方你要承认啊，那这个就谈不出来嘛。可是以色列跟哈马斯那个完全就是以色列只要停就结束了，啊，那俄乌战争比较复杂啊。事实上，这个610亿啊，你说能够打多久啊？我觉得美国就是希望撑到大选啊，就是拜登认为，你最好不要在我选举投票前你就给我投降啊，你这样叫我怎么选啊？所以讲白了啊，那俄罗斯是不是要坚持打下去哈？在11月之前送给川普一个礼物啊！我认为对俄罗斯来讲，他在11月之前如果让乌克兰溃不成军，就是对川普最大的助选。那他要不要执意这样干？看起来是哦。我跟你讲啦，因为乌克兰大概9月之后就慢慢进入冬天嘛，所以你如果那个电力设施你没有办法做有效的防御啊，那俄罗斯很可能就直接打电厂啊，而且他也准备好那个超级大的炸弹，那个有3000公斤重的。所以坦白说，美国这一趟紧急救援乌克兰，事实上就是要给他那个地对空的防御了，不然乌克兰真的会撑不下去。短期的续命啊，续命对，可是也不一定能续命。因为你认为俄罗斯真的打不到你嘛，所以还是要再看个1-2个月了。大使哦，纳坦雅胡当然对于美国可能首度要对以色列进行制裁，反应很激烈。美军可能会怎么制裁？当然也是都为了自己选情考虑嘛。因为国内这个所谓和平声浪，对于以色列实在太不能谅解了。其实这个是违反这个战争法的，就是说你在战争中哈，你有些行为，比如说屠杀行为啊、屠杀战俘啊。或者用这个国际上不允许的这种手段，在战争上进行杀戮，这些都是国际法不允许的。美国过去只要是他敌对国家有这种状况，他就马上就出来叫制裁你要把你诉诸于什么这个国际刑事罪犯法庭啊这一类的可是这次是以色列的军人犯这种问题啊。那美国自己本身也出现过这个问题，在越战的时候那个美莱村大屠杀。一群美军下去把一个村子人全部干光了，对不对？后来那个美国也不让国际法庭来审理，他自己审理，就那个主犯也不过判了好像1-2年就放出去了。所以美国对自己人也是常放水的。他这一次我觉得是故意等于说是给内塔尼亚胡难看了，要争取到自己一些道德上的制高点。你看我美国还在主张国际法、国际这些公理正义，对不对？并没有说对以色列让以色列完全怎么样，可以放开手胡乱的这个屠杀平民或者说在战场上为
为所欲为。可是不是很尴尬吗？一方面又要继续众院通过给他援助以色列，给他武器，一方面又可能要制裁他，真的。这就是美国人在玩的一种什么？一种风向战。他借这个 case 啊，来把自己洗白一点，这叫洗白战略。你看你看我不是赞成以色列这样子乱干的，胡干会的。你看我有反对啊，对不对？这就是他在洗白。但是不能这样干。最近很多的人在研究说，以色列下一波要打这个拉法用什么打？他用钻地弹。这些钻地弹都可以钻到地下面差不多起码30公尺，然后爆炸力非常非常强大。以色列没有生产这种炸弹啊，全部是美国生产的，肯定的。所以美国送以色列3颗炸弹就抵过他在这边叫一叫而已啊，对不对？美国是一方面说你不能杀人，可是一方面又给以色列很多这种超级杀人武器，你说这不是很矛盾吗？所以呢，就是说叙利亚总统就讲了，他说美国在任何冲突都先谋利再旁观，现在美国更进一步啊，不但谋利，他还要做好人呢。他现在变成道德制高点啊！你这个不符合这个人道法，那不符合战争法，我要制裁你。可另外一方面呢，所有这些在那边不符合人道法、不符合战争法，在那边杀人的他的武器都是美国供给的。最近美国又通过了100多亿啊，对不对？所以很多人就说嘛，很多国际社会这些很多国家就说，你美国只要不供给以色列、内塔尼亚胡这些武器的话，这场战争也打不下去啊。可是美国基本上你看。不但供给以色列，还要供给什么乌克兰，对不对？然后呢，最近手又伸到亚太了，对不对？印太地区他也拨了啊，也拨钱了。所以我们这边有这么危险吗？对不对？我们这边有这么危险吗？我觉得这危险都是因为你这些武器送来才危险的，就跟菲律宾本来没事的，现在把这个中程导弹放到一个菲律宾的话，那菲律宾老百姓都在反对啊。就跟这个琉球老百姓都反对啊，说你不能在我这边部署武器啊，你部署了武器，我战争一发始，我就是被攻击的首要目标。那你为什么不放到东京呢？对不对？然后日本的政客说东京不行，你们这些琉球人本来就不是我们真正的日本人，所以我就要放到你琉球，你要怎样？对，琉球那个他们那个丹尼啊，芝士丹尼啊，再叫破都没有用。美国媒体根本不报道，因为丹尼他们每天都在那边抗议。请问一下，美国媒体有报道吗？日本媒体都不报道，对不对？所以这个世界就变成就是说还是强权政治啊。那美国事实上这一次，我觉得，不过以色列的部分现在透过这些各种这种所谓的这种社交媒体啊，还有这种网络新闻啊，我觉得对美国的这个大家对美国的认识从这次美国在以俄乌战争、以阿战争，以正义之名，这里面我们可以好好来观察美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岳老师我们在看到美军基地又被攻击的时候，不要忘记，它虽然是小打小闹，影响不大吗？美国的面子问题，接下来拜登还要继续大选，影响非常大啊！因为实际上讲的话呢，我这边的报道 ，CNN 的报道是值得怀疑的。其实我觉得伊朗得到了非常重要的收获，因为伊朗本身是大马士革在叙利亚的首都啊，大使馆被攻击，领事馆被炸烂，对不对？同时的话，但是它回导的话呢，是这个导弹是打到以色列本土境内哦，虽然产生的效果并不行的话呢，但是以色列被所有伊朗支持的都是伊朗支持的什叶派的民兵，有真主党啊，有哈马斯啊，还有这个也门的这个也门的武装啊，胡塞组织啊，这些都是伊朗暗中支持的。穿着拖鞋能够打导弹，还有超高音速导弹，你不觉得很奇怪吗？那个在整个红海的情况都没有办法控制啊。我必须坦白强调啊，这个以色列本身啊，他目前为止啊，就是说是他这个，因为我相信啊，大家要了解一件事情啊，就有一本书啊，就是介绍以色列的部队。以色列的部队当中有一件事情是非常特殊的，就是说以色列不管官阶大小，他自己部队在外头打仗的时候，就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他敢做决定。所以他这个发生地点的话是在约旦河西岸，这个跟加沙走廊无关的。那美国看到这种事情的话，觉得说你怎么可以在这边做行动，然后马上
马上打死人了，因为正是以色列这个国家叫 IDF， 它国防军一个很大的特征啊，就是说它本身在外面打仗的时候，以色列人没有说爱不爱国的问题啊，也没有投降不投降的问题啊，就我们才有这种问题啊以色列人基本上的话出去的话呢，他关键不论大小，他要做的决定做出来决定，所以纳坦雅胡听到布林肯要制裁以色列军队，开口第一句话不可能的，以色列的部队没有这种精神是没有办法打仗的因为以色列本身来讲是从很多人在海外过得很好的生活，接到兵单就回来的。这一点的话呢，你要了解，所以说为什么他马上就不给布林肯面子布林肯也非常了解但是美国就像我们介大使讲的，想要在道德制高点装一点样子实际上的话，这次请大家稍微注意一下，你在众院里面通过的，除了 TikTok 不算以外，他讲的3件事是美国3种对外的政策。第一个，乌克兰纯粹是为了选举，钱就不多。第二个的话呢，对以色列的话呢，以色列的话要5毛给1块，本来是140亿，现在给了240几亿。然后第三个呢，对台湾讲的含含混混不清不楚我们这边的话基本上都没有问过我们我们都是要准备和平的，对不对？不管你现在你拿了人家的钱以后，你就手短了，你的非打不可了。那这个不就跟那个巴萨尔讲的道理是一样的吗？要搞成慢性病我们慢慢就卷入战争了。我们还是很多部分是融资贷款要还的了休息一下，马上回来。也有一些。电动车的市场被说是人类的未来嘛，因为基本上希望绿能跟电动车的这个方向会是接下来竞争的下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市场。那么华为呢？最近美国当然还在气过去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去访问的时候呢，被当成了 Mate 6的免费的代言人大酸特酸。那他这次特别讲，从华为最新的手机来看，中国大陆这个先进晶片技术还好而已啦仍然落后美国好几年，这样还在酸。但是华为的5G 现在扎根欧洲第一座工厂年产值已经77亿元了。法国态度的转变呢，当然是来自于自己市场的需要，因此华为在法国建立这个首座的海外工厂，展现在5G 这一块的各种合作，也对于当地市场的落地跟技术的升级，也有他自己的合作策略目标。那其中奥运呢，就要寻求华为的5G 建制合作让这个奥运可以更多的这个通讯可以畅行无阻。布伦伯的报道，未来5年全球经济成长的75%预计会集中在20个国家，其中中国大陆印度美国、印尼这几个国家将贡献全球经济成长的1半以上。当然，最近消息在财经面都说7巨头市值直接蒸发9500亿，为什么美股跌其中 NVIDIA 这些主要的股价跌了甚至10%这么高的比例，直接像 NVIDIA 的下跌，市值就缩水了2120亿美元，让今天台股也做了一些联动的影响。其中最主要被认为是科技未来的苹果、微软亚马逊、NVIDIA 等等呢，一日最连续的大涨，超微电脑重挫了23.14个百分比。科技巨头居然在这一波的股市里面不被看好吗？有哪些问题吗？大陆的能源车市场被说是杀疯了这个能源竞争的价格市场之战，华为智慧汽车解决方案官网正式上线有各种的产品，直接 take 了好多的官方网页、微博 take 了很多的不同的车企强调各种的解决方案，要让华为展现一个与众不同的商标以及代表性。但它代表的最新的车，要说是很多要呈现它的新车这辆重磅的产品，说最好的轿车想借 S9吸引了很多的目光。央视甚至报道说，大陆的气流通协会相关部门指出，4月上半个月大陆的新能源小客车直接零售渗透率首次突破了50个百分比超过了传统燃油小客车。当然对世界能源的这个技术来讲这是重要的，而对大陆市场来讲，内需这么大，外销市场呢竞争如何？当然特斯拉现在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越来越弱，所以想尽办法现在只能价格战打不赢小米华为这种价格战，无预警的宣布面对比亚迪、小米这些品牌的夹杀，一辆Model 3现在降价到台币只要104万就可以入手。
部分地区还甚至推出了免费超充啦、限定配色免费啦、分期免利率啊，这种各种的价格战的方案来冲销量。马斯克宣布，特斯拉更可能很快就会向大陆的客户提供全自动驾驶，这也是因为因应大陆上面全自动驾驶、航空器送货这些设备机器的发展都已经越来越快了，特斯拉也在向这一块来做靠拢跟竞争。那么，甚至他为了中国市场而延迟了印度的访问行程吗？本来被报道是说21号到22号就要到印度去，还要见印度总理的。有些投资计划准备要在印度进行，但现在延后，也当然跟有些裁员有关因为最近特斯拉陆续的宣布了很多裁员的计划，甚至主要的裁员的人力都在中国大陆，代表这块市场成为特斯拉非常严峻的挑战。亮哥，当我们看到这个电动车的市场的竞争的时候，从手机啊、电动车啊，都展现了在中国大陆市场的竞争力。但当然，雷蒙多也要说没有啦，晶片还差得远呢。雷蒙多对科技是一窍不通他根本不知道他在讲什么事实上，这个晶片只有 CPU 的部分华为手机就算它没有3奈米的 CPU 啦比不上苹果。那主要是使用电竞的人才感受得到你以为一般使用手机都在玩电动游玩具不可能CPU 主要是3D 的动画，那有感觉，这个我同意啦。可是华为有很多功能你苹果都没有他可能不去看苹果手机缺了多少功能比如说，请问你有折叠机吗？请问你有加人工智能吗？就是你苹果怠惰到什么程度你都不知道不然 i15 为什么卖那么差 ？i16 还没出来啦，可是大家也不乐观。这个坦白讲，跟特斯拉是同一种问题啦。就说你作为品牌科技的创新者，你本来是领跑的是，结果后来就陆续人家百花齐放之后，各种科技创新都开始出现了，那你好像都没看到墨守成规。是比如说特斯拉，我们举例嘛，这个不是只有价格的问题啦。特斯拉最近也有降它的其中一款，降到差不多22万人民币，都是在大陆啦。而台湾你都买不到你为什么不全球这样降价对呀，对不对？因为你知道有很多地方买不到大陆车嘛，所以无从比较嘛。你如果让大陆的电动车进来台湾，看你能不能卖得动我们举例啦，我说有主要的3个面向，你特斯拉都被人家抛在后面了嘛。第一个就是你的续航力啦，请问你是几公里嘛？中国大陆现在可能是800公里是标配你去问台湾电动车的标配是几公里嘛？那第二个是电充的速度嘛？你去看你特斯拉充电要充多久嘛？那第3个就是人工智能的平台嘛？就你特斯拉的那个智能的平台，那我们且不要讲大陆的电动车还有一些特异功能比如说有些可以在水上开30分钟，真的有一些可以180度停车，请问你特斯拉可以吗？360没有一项行的啦，没有一项行的啦，所以你怎么跟人家竞争呢？所以我跟你讲这个问题，我简单用一个概念叫做领跑的高科技公司创新怠惰了。那最典型的就是美国这2家公司，苹果手机跟特斯拉嘛。这2家是非常典型的怠惰，创新怠惰。你去看三星比你紧张多了你去看三星的手机，我们台湾第1款智能手机就是三星为什么不是苹果对不对？所以我说这种东西你要怪谁呢？自己创新怠惰，自己落后这个其他国家在追你的，所以人家说内卷嘛。你现在利润多少我后来看一下特斯拉，一开始出来利润高达40%，后来去年6月降到大概20%，现在不到10%可是没有用你一直降你的利润就是降价也没用，因为你的功能太少了嘛。那苹果手机也是如此，苹果手机现在的利润是多少？搞不好还有50%嘞。你这种手机要怎么卖我是替你捏一把冷汗。
大使哦，的确在大陆市场是现在厮杀的非常的惨烈。特斯拉本来领先是遥遥领先的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现在却也被逼着要降价、裁员，全球都在裁员，尤其中国大陆这里，他要想办法说提供全自动驾驶，就是要先在这里先活下来啊。对，特斯拉事实上去年就已经蛮惨了，它一年的股价跌了40%。对，那今年一开年它股价也没有往上走啊，那它还宣布要裁员啊，最近宣布裁员，它有全球14万员工，它要裁掉1.4万，10%。然后很多才刚刚拿到这个公司的合约7天就被裁员掉了。那而且它现在那个特斯拉也承认啊，他们那个遣散计划的那个遣散费是比较低的，可见这个公司现在这个财务上是有点问题啦。不过特斯拉说穿了，它的优势就是一个先发优势，而且它把当时把电动车啊，把它的那个价格定得太高了，那它是一个暴利。然后特斯拉这个马斯克呢，又像个顽童一样，什么都玩，到处去烧钱，对不对？他把这个当时的这个社交网站买下来，现在也不赚钱啊，对不对？他又去玩这个什么星链计划，对不对？也不赚钱啊，都在烧钱。他拿这个特斯拉的钱去烧钱，可是也是烧到一个程度。那问题，中国大陆的电动车现在来讲的话，这个光比亚迪它是车海战术啊，对啊，好几种系列啊，每天推新车啊，对不对？那个新车的数量比你特斯拉，你现在就是什么 Model 3、什么 Model 1、Model 几的，就那三五个，而且一成不变，你怎么跟大陆那个车海竞争？你比如说像这个大陆，像这个未来哈，它有这个李小鹏嘛，理想未来小鹏，未来车也很畅销啊。未来的电池怎么样？开到那边整个电池卸下来换一个电池，就5分钟就好了，对不对？它有很多不同的系统。所以这个就是说，你说特斯拉从它推出来的车子，我看都没什么变啊。我看了街上跑的特斯拉车子，没什么新车啊。那你看大陆的车子，现在你看它的穿透比已经50%了。也就中国大陆现在消费者要买车，有1/2人是选择电动车。那第一个，你的这种人对车子的需求各种不同功能。比如说它是上班用的，它是要越野的，它是要送客的，它是比较大型的，大陆全部都有。那请问你特斯拉能够满足吗？所以呢，我觉得就是说，这个是硬碰下来的。我觉得那个雷蒙多啊，它将来会变成这个雷振华。中国大陆科技啊，尤其这些芯片的科技啊，突飞猛进啊，那雷蒙多贡献极大。林老师，我稍微要谈一下有关于大陆的新能源车的问题啊，你要连带一个概念呢，叫卷啊。我最近的话呢，针对卷这个概念稍微认真的思考了一下啊，我就是觉得说是在大陆很多事情啊，这个雷蒙多的讲话的话呢，从大体上来讲，他认为说大陆的科技的话呢，比不上这个美国的科技。我从某种角度来讲的话呢，是同意的了啊。但是我请大家稍微注意一点事情，你真的需要3纳米的晶片吗？你知不知道我们前一阵子讲到一个病毒它有多少纳米吗？一个病毒的大小就是100纳米啊。你要想到这种情况啊，你要了解什么叫纳米啊？1纳米是1公尺的100万分之1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来讲，就大陆本身的设计完全什么叫卷？卷就是说从性价比的考量来商业化，这个叫卷了。那你现在的话呢？我觉得你刚刚提到的公司，以前我们最早先用的那个苹果手机，它不变的。他说苹果4啊，苹果它完全不变的，价钱也不变了，3年、4年、5年买旧的跟买新的一样价钱，它的整个行销策略就是完全不卷。所以说你生产的话呢，躺在那边睡大觉就行了。但是大陆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啊，所以大陆情况的话呢，产生几个效应啊，我这必须要强调。首先第一个的话呢，就是你针对顾客的需求做了各式各样的修改，你只要顾客提出来问题，它就能修改。原来新能源车最大的问题就是续航力，现在续航力的电池外面解决了，然后原来电动车的问题就是在充电方面的问题，现在各地的话呢都有电桩。然后原来的话呢，这个新能源车的话呢，就是因为原来价钱贵，但是大陆现在出现了，就是比亚迪有一种
就是海上生物系列，什么海豚的啊，便宜的不得了。在这种情况下，我跟你讲，实际上我们现在介绍的就是几个比较露脸的新能源车，有新能源车这纯粹买菜用的，5万块人民币都有啊，买菜用。对呀，我跟你讲，实际上的话呢，针对于你所有的顾客的需要，一网打尽，有的通通，这个是典型的。所以雷蒙多他不了解文化，文化当中包含了一个工作伦理。我们这个中国人的话呢，除了勤奋以外，除了节俭以外，另外的话还很聪明，然后主要是在配合顾客。然后我们整体的概念的话呢，叫卷。我说句良心话，我今天跟人家在聊的时候，我以前在欧洲住就没有听过卷的概念。欧洲人就相信一个理念，就生活要浪费在美好的事物上。比利时一大早起来就喝啤酒感觉上的话呢，能够不做事就尽量不要做事感觉上这个叫生活那个这个情况在大陆的话很不一样，在大陆的话你不卷就代表没出息一定要好好努力干。所以你现在讲到这一切的问题目前为止只是刚开始而已就是因为那个叶伦在讲说，你们这个生产过剩的问题，让人家都没办法生存了。那没错你要好好的思想一下，这个不是光科技的问题，这里头有伦理你工作的伦理你所有的人当中的话，你想想看，如果为什么美国人、欧洲人过得这么舒服？你看电视上出现余承东的话呢，他们本身来讲。观众平安，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我是王浅秋。这节国际及国内议题的大白话来宾，第一位是耶鲁政治学博士郭正亮，亮哥；大家平安。前驻纽西兰大使谢文吉大使；浅秋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台大哲学系教授苑举正老师。浅秋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关心两岸议题、国际议题，当然先从汉光兵推跟解放军秀肌肉来看了汉光电脑兵推开打被形容说有一艘科学考察船叫做向阳红6号，这个是用来做情报收集工作的这艘船一出现在附近的海域，就在花莲外海24海里临街区之外，虽然不在行军区之内，但是还是引起了高度关注。海巡署立刻派舰艇在旁边监控，因为它是不是在情报电子收集的工作上面会发生什么影响力？那包括了防空飞弹打不到吗？这是美国媒体的报道解放军在东部战区直接部署了无侦8在侦察台湾，这个飞行高度防空飞弹可以高达无法攻击的30公里，被选为侦察台湾、增强中国情报战的利器吗？还有无侦7。也到南海去现身了西菲律宾海这一次出现，当然可能针对的美军去设这个提丰相关的基地有关系。这个讯息显示说，持续飞行的航程可以到350英里，而且飞高的上限也超过6万英尺，所以这个潜在的续航影响很大，所以密切关注。当南海的情况感觉有点蠢蠢欲动的紧张的时候，马上肩并肩美菲的共同演习又要展开。从昨天开始，在中国大陆所举办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有29国的代表参加，一边这里在演习要对抗，一边也有中国举办的论坛，这看起来是不是有点势力均衡，还是一种对抗各种的表现？因为名单你看一看，包括了美国、俄罗斯都有还有日本跟韩国，不管对抗还是合作的人，也都在这个论坛上面一起出现了。这南海诡谲的情势呢，被说这个是中国海军建军75周年进驻了柬埔寨的云壤基地，这是根据 CSIS 的海军透明倡议分析。卫星影像发现的这个云壤基地停了一艘轻型的护卫舰，停泊了4个多月。由于只有中国海军船只这个港口停靠被认为它在云壤有一定的特权。那4个多月不动，不知道是做什么，但显然就引起了很多的关注，担心它有各种的动向吗？那史上最大规模的美国菲律宾的肩并肩军演就在这个区域里头，在监控相关的海上演习吗？那演习执行官就说，这次的军演是为了可能发生的区域冲突做准备，当然是冲着中国而来咯。那所以当各种秀肌肉或者是演习的动作都在进行的时候，美国布林肯又要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访问的时间点那我们这两天一直讨论，在台湾媒体的观点都一直强调这一部分，就是说布林肯将会要求北京在赖清德就职之前不要挑衅然后还要向北京施压啦。但是真的有这么重要吗？大家存疑。但同时在前
大陆的驻美大使就呼吁要共同监管台湾问题，这个是谢峰说的。中美应该共同有效的管控分歧，强调台独是走不通的死胡同，一个中国原则是不可越的红线等等，他说了很多。反正咱越红线切香肠，就是在悬崖边飙高速，很难避免跌落深渊。所以布林肯到访华前呢，要求的共同监管。罗森伯格是这样看的，他认为美国必须跟大陆维持开放的沟通管道，以避免双方只是竞争转变为冲突。为敏感的台湾议题上面，尤其需要直接沟通，所以我们自己沟通不了，都得给别人来帮我们沟通。那么亮哥，当我们看到这些演习持续在进行，南海的情势，或者是说这个太平洋的海军论坛所展现的各方秀肌肉跟角力的情况，我觉得这个程度有别啦。事实上，汉光演习，大陆每次都会做数据的收集，这也不是第一次啦啊。那它是用侦8飞到我们东部海岸嘛，那侦7是到菲律宾的吕宋岛上空啊。坦白讲，现在重点应该是菲律宾啦，因为现在美国跟菲律宾也在做一个规模非常大的军演啊。那个菲律宾大概出动5000多人。美国大概出动12000人啊，那因为再加上美国刚把这个中程导弹运到菲律宾啊，这个是空前的啊，所以当然会引起比较大的警戒跟侦查啊。因为这个后续会怎么发展，现在有很多种可能性啊。比如说我这几天也看到啊，因为它是4月17运进来的，那很多人也已经开始放话了。因为刚好那个古巴的武装部队的主任也访问了何卫东，那何卫东是这个军委副主席啦啊，那就表达说要跟古巴军队做更好的互动啊，就你到我家门口，那我也要去你家门口，这个味道啊。那俄罗斯的副外长也放了类似的话，说他们本来因为中岛现在是 INF 那个条约被废止嘛。那美国就开始要全面的在亚太地区布置中程飞弹，我觉得中国大陆是在观察啦，就是这个低风连搞不好不是第一个唯一的连啊，因为菲律宾有9个地方愿意让美国来摆基地，军事基地是，那是不是这个我们讲这个大陆是翻成低风啊，那我们这边是翻成泰风啊，那英文应该是 Typhoon， 那所以。这种导弹设备就是4部这个移动车辆组成一个连哈，美国可能不会只有一个地方啊，那中国大陆当然更会关注你会不会放到日本啊，那因为它里面包括战斧巡弋飞弹是可以射1000到2000公里，那等于就 cover 华南华东啊，南海也包括在内啊，然后也可以打这个。就是标6的飞弹，那标6的飞弹是超音速的啊，它可以打240公里。那如果是装到吕宋岛，刚好是打巴士海峡，那是不是针对台湾呢？所以我觉得大陆在观察啦，就说你会不会进一步扩张去布局？因为美国确实有这套理论啊，叫做 Rings of Fire， 叫火之环啊，或者翻成火力之环啊。火力之环就是菲律宾就是第1环，它有第2环跟第3环啊。那现在它是不是在测试啊？菲律宾先装，那第1个基地之后会不会有第2个基地？那第3个就是会不会装到日本去啊？那第2圈就到关岛吧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认为美国正在布这个局啊，就是火力之环。那解禁了中程导弹之后，可能会到处装啊。所以中国大陆也在还没有成决策啦，就首先就是监测嘛，所以你就看到无人机侦7就过来了啊。那接下来他应该是观察他会不会扩张到日本也装，菲律宾其他基地也装啊。所以坦白讲，这个才是真正的议题啦，就是美国你竟然到我家门口装中程导弹啊，这个威胁感。这个确实是有威胁感，本来就是。当然了因为坦白讲，巡弋飞弹那个战斧那是亚音速啦，所以中国大陆拦截是没什么问题的啊。可是
军事议题不是这样看的啦。对，你对巴士海峡，那是不是你要介入台海啊？那亚音速理论上战斧巡弋导弹是可以装核弹头，对，这才是重点。你怎么知道你会不会装核弹头？所以他现在是进入完全警戒状态。那也有一些人建议说，是不是要对菲律宾做制裁啊？那甚至我昨天还听到蔡正元蔡正元就讲得更直接了，说那中国大陆就把黄岩岛填海造陆啊，那在上面干脆装个飞弹基地算了，那就是直接对着干啊。现在就是看大家到底要对抗到什么程度了。那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里程碑的事件，因为美国以前真的没这样干过。你如果自己装像日本是自己装，那纯属防御。可是美国人来装，这意义完全不同而且事实上是真的打得到中国大陆的华南、华东、巴士海峡跟南海。所以我觉得未来这个地方一定会急剧升温就菲律宾你允许美国来装，还有美国你竟然来装，这个都是很大的事情。是在这种急剧升温的情况之下，布林肯要访中，会是台湾为了赖清德就职来恐吓要求对方不要轻举妄动吗？还会是重点吗？我觉得这个就是说，当然这个时机去访问大陆当然除了一些这些美中寄存之间的问题，当然就是说520这个赖清德的演讲会对整个两岸关系造成什么冲击我想不仅是我们很关心美国也很关心，当然大陆也很关心，所以这个议题绝对是这次他去大陆访问绝对跟这个有关啦。那你也看美国事实上从赖清德从当选开始，已经派了4-5个高层代表团来过了，是罗森伯格来了2次这些都不是好预兆。也就是说美国跟赖清德的团队的中间的这个沟通需要这样子4-5次还没搞定吗？如果没搞定的话，这个问题就很麻烦。那如果说这次这个布林肯到北京去的话，跟大陆达成一个协议的话，那可能要执行的话就是美国了，对，那就是美国来执行了。所以我觉得就是说，现在离520还有这个不到1个月了嘛所以情势看起来是越来越复杂，越来越紧张。那这个如果说520在这个赖清德的这个演讲内容有一些那么会引起两岸急剧冲突的事情的话，我想美国也会觉得跟他有关啦。那更不要说我们台湾2300万我们这人民的话，生命财产跟他这个安危跟他演讲内容可以说息息相关了。那讲一下这个西太平洋这个海军论坛这是一个类似一个松散的国际组织性质的，今年是第19届了那是由中国大陆轮流由各个会员国来举办。那中国大陆在青岛那个重要的这个海军基地来举办那中国大陆很重视，张又侠也就是中国中央军委的副主席亲自到场致辞。那有29个国家的代表，180多位代表去世界主要的海军力量都去了我跟你讲，美国你猜是谁去？美国是太平洋舰队司令去。俄罗斯是谁去？俄罗斯是海军部长亲自去。那中国大陆不要说海军部长了，一定在场。张又侠亲自去在现场发表了一个不指名道姓的一个一个演讲。那么特别强调就是说大家要和平共存海洋是什么样？是国际社会的共有的财产，要什么样？要有这个共同与共的这个观念啦。那不过就一般报道说，这次讨论会讨论几个具体的项目，因为这个太平洋海军论坛之间的会员国之间曾经有一个所谓海上这个非计划的相遇的一个互动准则，叫 unplanned， 就是说没有计划的，有人突然遇到了，你双方的舰艇见到以后，你怎么互动？所以这个准则它因为已经有差不多10年没有动了。现在很多武器都已经更新了尤其无人机的部分，所以就是说你海上的舰艇如果非计划的各国的舰艇尤其在无人机的部分如果没有计划的相遇，那有一个什么互动准则，这次会议要具体的讨论。那另外还有一个可能会讨论，就是说现在各国比较先进的国家都在造无人舰艇，所以无人舰艇的在公海上那么意外的相遇
就是说没有计划的相遇，那要怎么样产生互动一个准则？这次会议也会讨论。那其实菲律宾也是这次会议的这个会议，它也是会员国，可是它这次没有派任何代表参加。那不过基本上你要参加这种会议，基本上是看你的怎么样，就要看你的实力啦。你有实力才有发言权。你比如说要搞无人舰，事实上这个世界上有无人舰的这些国家也不会只有也没有超过这些手指头数得出来的。所以讲这种军事的话，就是看实力了。可是这个会议受到大国的重视，你光看参与的人的成绩之高，很多人都会觉得，怎么美国会派人去，而且派太平洋舰队司令，而且俄罗斯海军部长也去。我跟各位报告就是说你越是有战乱的时候各国的这个军方高层他更要密切的联系，而且面对面的联系，因为他们之间要打起来的话，都是相互毁灭性的，所以越是紧张，他们越要见面。到最后都牺牲哪些国家呢？牺牲一些小国。所以这个就是国际现实。你光看这些会议，可能我们在台湾还不晓得，怎么美国派那么高层，这个俄罗斯也派那么高层，美俄之间不是对抗吗？还在中国大陆见面，国际政治就这么现实。边演习也要边谈，那这就是国际现实。那台湾没有办法参加，那也就是一个被要求如何因应的对象而已嘛。我把这个布林肯即将访华，还有这个美国在菲律宾部署中程导弹，还有刚刚讲到的这个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这3件事情合在一起讲。首先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就是说有关于国际关系永远是讲实力第一拉帮结派第二本国利益第三那么先讲中程导弹我敢讲布林肯到中国去访问的时候呢，这一定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我一听到中程导弹要部署在菲律宾就马上想到1962年古巴的飞弹危机就是第3次世界大战的前奏。我可以担保刚刚亮哥说了一句话，说是不是核弹头也不一定一定是核弹头中程导弹不讲核弹头，传统的大冲天炮那管啥用这个产生一个威胁。布林肯的话呢，我要告诉大家一个重要的观念，很多人在解释上会觉得布林肯一定是就是说罗森伯格什么叫赖清德520就职的时候演说稍微小心点什么的。但是我跟你讲，赖清德也好，民进党也好，台湾也好，对美国来讲就是一个灵活的牌了。布林肯到了美国一定是打这个两面的牌了这里面的话呢，不管你说什么的话呢，这个其实我觉得是这个像埃德美敦书一样从叶伦本身来讲，做了访问以后没有达到具体的效果，布林肯再去的时候就是要准备撕破脸的这种感觉了。就是确实是有这种现象，因为布林肯现在能做的事情的话，其实不大了。但是中程导弹的部署的话，重要的原因的话，就是要你看中国敢不敢反应嘛。我记得非常清楚，上次我们谈过，我在出国那一天的时候，过了坎察加半岛的时候，韩国的客机就被苏联打下来1983年9月那个时候的说明什么？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说是美俄之间或者美苏之间敢用互相部署中程导弹，这个就是欺负你所以说大陆能不能咽下这口气，所以才产生的西太平洋海军论坛，表面上说的是命运与共的海洋其实是展现军力就是说你刚刚讲的东西的话呢，什么各方面的新的装备，因为现在大家发觉陆军可能还早，空军的话已经出动了，但是海军真的是较量的地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在山东的青岛举办这个论坛其实主要的目的，它就是个军港，是有名的军港，是停航空母舰的军港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要告诉你说你要来就试试看。所以说这个本身表面上是讲的和平的论坛，其实是展现军威。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就是布林肯代表美国主动再去中国访问，这个意义就是美国有任务美国现在内部、外部、经济，包含社会、政治都问题一大堆。所以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呢，他到中国去谈，我觉得他会亮出很多底牌。中国能不能接受，是我们要拭目以待观察的重点。美国的问题还有一个以色列跟伊朗互相报复行动似乎控制住了，但是美军在叙利亚的基地又被攻击了。休息一下，马上来讨论。